完了，温蒂马上就要带着俩女儿来中国了，但是这次我妈拒绝接待。对于她此次的到来，最受伤的是张大铁。我妈提出让张大铁自己留在北京陪她奶，张大铁的反应给我逗稀了。对于这次温蒂来呢，就我们的感觉怎么形容呢？我觉得大胖媳妇的形容非常准确。她昨天跟我说，我感觉我们迎接我妈的到来吧，那个感觉有点像你们中国人过年放鞭炮，你又想听个响，你又怕他帮着你。我说太对了，所以我决定，我想先在北京躲2天，让他先帮我妈。结果没想到我妈坚决不接待。温蒂那边跟大胖媳妇打电话，1米之外我妈跟我打电话，温蒂那边在聊她对东北澡堂子的微妙情怀，我妈这边拒绝我，拒绝的非常直白。我妈告诉我，去年温蒂来那一下子，她走之后我吃1个月家药，给我都吃长个了，今年还带俩，我不招待。局面这个尴尬呀，我都得拿电话上那屋接着。但好在温蒂啥也听不懂，我就跟俩孩子说，我说这里边很复杂，咱们人这一辈子用3年学会说话，但要用1生学会闭嘴。您俩都不许随便翻译啊！翟小达说，好吧。拿铁，我真傻呀，啥玩意呢？然后我的婆婆她已经买好了礼物，想表示对我妈招待他们娘仨的这个感谢。我没问是啥，但我个人觉得不如空手。但是温蒂完全不知道的是，我妈跟我说，你别住我家，你就带着他们3个去住宾馆，钱我拿，我不招他们，我受不了他们闹腾。我说妈，铁岭咱家附近所有的酒店都不能招待外宾。我妈说，我就说你这孩子不会来事儿，不会办事儿，他们是不是外宾，那不前台说了算吗？你到时候咱说你提着2个火腩，你拎2箱牛奶，咱说你说2句好听话，你还不会吗？你给前台哄开心了，完你就说这仨女的是中国人，俺们娘俩沉默了5秒钟之后，我说妈，你好意思不？妈，你就忍心让我承担这一切？那老话说得好，再苦不能苦孩子。老太太跟我算松口了，但转头就逼我2姨、我老姨、我大舅，让他们今年过节准备好来我妈这认领外国人，一家必须认领1个。我老姨让我问一下温迪，她来了愿不愿意每天晚上给我老姨的孙子补英语？如果她愿意，她愿意收留他。我把这个问题传达了，温迪说她英语不好，反正最后一家认领1个外国人就这么定了。然后我在铁岭没有车，我还得求我爸，每天他们仨需要碰头的时候，我爸挨个站点接一下。我爸同意了，但他说中国的待客之道整洁是礼仪，车里家里得搞干净。我打开京东让他挑，他一口气买了这些，说年底打扫都能用上。咱就说汽车用品还得是京东，年货节价格还划算。但我没明白洗车机搁家咋用，直到他这么用，最后这些事儿都算是解决了。但是我还是没忍住想逗一下张大铁。张大铁，今年过年你别回铁岭了啊！为什么？你姥说的，今年过年你就负责陪你奶，你留在北京不用回去了。他说这样的话。哎，俺家俩孩子去参加一场婚礼，当了一次花童，我就发现俺家张大铁呀，他净操那个没用的心。这是一场中西结合的婚礼，新郎是澳大利亚人。我们家翟小达呢，这是人生第1次当花童，但是张大铁呢，他在铁岭已经当过2次花童，在花童这个工种上，人是经历过就是专业培训的。每次婚礼的头一天晚上，他要被拉去彩排，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张大铁属于一个老婚庆。那么咱们这个老婚庆啊，他第1次来参加西式婚礼，还是有一些不适应的地方的。婚礼头一天晚上，俩孩子还在家彩排了一遍，结果走到台中间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咱也不知道突然间是谁的哪一部分的基因被唤醒了，突然间整这么一出。观众在哪？啊，观众在这儿。让我讲讲这边，不需要你整话，这是小鹿和汤包的婚礼。你就让我讲两句呗。第2天我们这不就去婚礼了吗？到那一看有很多外国人，我就看那现场的中国人呢，亲戚朋友啥的都在操心什么吃的呀、衣服啊啥都张罗好没。但是呢，外国人来参加婚礼，他不管是多亲近的人来参加婚礼，就奔着一个玩。婚礼开始前3小时就已经开始喝多了 ，party 尽兴。人家翟小达表现得非常自如，而张大铁又出现了短期的不适应。然后这不仪式就要开始了吗？那张大铁是个老婚庆，那他之前接受到的培训是会有人给你喊口号，会有人控制你的速度，到哪儿有一个点位已经画好了，你就在哪儿停，这都是步步有规划的。今天呢，就是什么指导都没有，就是随意走，随意撒。张大铁就回头看着他的队友们，就问走到哪儿啊？没人搭理他，他又问那谁喊121呀？无奈这些人一个是不在乎，一个是听不懂，根本没人回应他。当时铁哥那个心操的呀，皱个小眉头。你瞅瞅这帮人，无组织无纪律，没个正形。我这一天我这心操够够。于是当主持人一说，下面有请花童们，张大铁瞪着一双恨铁不成钢的眼睛，踩着六亲不认的步伐直勾就过去。翟小达那天像一个公主一样美，我在那看的我都醉了。我一眼没瞅张大铁，人已经过去了，而且气性太大了，直接绕过了新郎出去了。大胖媳妇都没看着他儿子，问我翟小达走完了，真好。张大铁啥时候出场啊？我说已经出去了，陪娘家血去了，发烟呢可能是。啥时候他上呀？马上。这天折腾起来比我们自己结婚都累。带我们安全回家的是24款理想 L7，家庭5座旗舰 SUV， 适合我们家庭出游。后排皇后座是我的最爱，SPA 级10点按摩，特别解压。再让理想同学帮我们放点孩子们爱听的音乐，旅途就是一种享受。
受。回到家我就特别想逗一下俩孩子，我跟贾达说，我说你看你说你那么美又那么专业，那爸爸妈妈结婚时候你咋不来呢？那别人的婚礼你都能去，那你妈和你爸的婚礼你居然都不来，为什么呢？那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 I'm sorry。赶紧过来。你为什么不来妈妈的婚礼呢？我年轻时候去过呀，我去过。你哪有年轻时候？别臭白话，你就没去。那你下次叫我肯定去。我婆婆的全家在加拿大集体中暑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说咋的了呢？一问说加拿大今年夏天太热了，气温达到了26度，全家人暑中的五花八门。我的公公布莱恩热的好几天不能排尿，就是太阳能让他实现了零排放，不能上班了。我的大姑子玛丽莎被热的内分泌完全紊乱，大姨妈已经持续了19天不走。现在情况最乐观的是小姑子妮蔻，但是也已经请假1个礼拜不能上班了。现在他们那一片很惨呢，就是很多养老用的老人房门口的小牌子一个接一个的立了起来，就写着此房出售，因为很多老人都没挺过去。也就是说，这个街区一到夏天，3伏和3七不一定谁先来，不一定谁先来。那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他们的室内没有空调。大家可能知道，温蒂在加拿大的工作呀，是在福利院带那些智力有缺陷的孩子。他们这个地方呢，就是落后的非常平等，即使是福利院这种地方，它也没有空调。但是为啥温蒂现在中暑的症状最轻呢？因为他天天带着孩子们去商场蹭空调、看电影、搭积木。其中一个患者呀，阿拉伯数字刚能数到5，但是女性视角电影《芭比》已经看了6遍。但是这些项目呢，温蒂不是很喜欢。他真想去商场蹭的呢是那些 SPA 店、美容店，还有空调，还给他去皱。但是呢，他的单位不给他批这个预算，因为别的活动像看电影啊、搭积木啊，你怎么说对智力的修复都有一定的辅助作用。但是做脸修复的是青春，审核结果认为他不属于这些患者人生最首要的问题。完那天他给我打电话，看我在那做 SPA， 问我你是不是也去蹭空调？我们这儿都有空调，哪儿都有，不用蹭。我在美容院做脸有空调，我回家自己用雅萌护肤也有空调。但是我听完他们被热成这样这个事儿吧，刚开始我觉得有点好笑，后来我是有点焦虑。26度给热成这样，那这仨女的过2天来到41度的北京，能不能出机场啊？不得碰瓷儿啊！然后我一说，我说北京比那热多了，他们说没事儿，不可能有我们这热。大胖姐为了佐证中国有多热，给他们看了很多短视频，就咱们可能也刷着过，大马路上摊鸡蛋，车前盖上煎五花。看完之后问他妈你怎么想？温蒂说哎妈，中国人挺饿的，怎么搁哪不做饭呢？所以他们现在就根本就不能想象我们这儿能有多热，非常嚣张，要这个周游华夏，要去的省份多达20大几，覆盖了中国大半壁江山。但是因为咱们这个景点啊太多了，记得稍微有点杂，跟我说要去云南看兵马俑，去内蒙古看大熊猫，去海南岛看壮观黄河，去哈尔滨看乐山大佛，就是这么一个路线。还告诉我说这次预算开的挺高，大概准备了就8000到1万的人民币，问我这些地方是不是都能玩好。我说你们仨就是拖这个活着费劲的体质，非整那个特种兵式旅游，最后你们换景点基本就得靠全国各大医院转院。我就寻思这游的得多苦啊！我没吱声，但我准备到了地方告诉他，就是云南的兵马俑下班早，已经回家了。我就给他关酒店，开着空调，吃着西瓜，没美容。雅萌双蛋白美容仪我还真挺爱用，简单3滑，激活半脸的双蛋白，3种能量同时打进皮肤，每一滑都是在提亮皮肤紧致淡纹。我聊会儿天时间，半边脸就打上去了，主打一个高效淡纹，在家也能高效保养。但是我还是有心眼，我看他们这么抠，这么虚，还要玩的这么野，我真怕他有点啥事儿。我最近搁这研究意外险，我研究这明白。然后我这几个同事就听我唠嗑，说他们26度热的就不能排尿了。再一看北京这42度的天，就说温蒂这个保险钱他们请了，就一个小要求，就是这个受益人呢写他们的名。温蒂听说之后特别感动，跟我说，就世界上总有那些好人，热情又慷慨，而且啥都不图。因为你感多喝热水。